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食材呢，是这个现在秋天大出的一个海鲜哦，就是这个螃蟹类。其实说仔细一点，它其实是鲟类哦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沙姆的这个烹调方式。那沙姆沙公呢，它是鲟类哦，所以它没有一般的螃蟹类，比如说像这个三点蟹啦、续蟹啦，或者是这个现在很流行的大闸蟹哦，它是蟹类，所以蟹类通常是比较寒的。像我吃这个大闸蟹，我会胃痛，就算配了酒或很多的姜，我还是蛮容易胃痛的。所以如果跟我一样体质比较寒凉的哦，比较不适合吃这个蟹类的朋友，你可以选择今天这个沙公沙姆，它是鲟类，它算是比较温补的哦。那如果你加上麻油跟姜，那就这个听这个菜贩跟我分享哦，他是说他从小就吃这个，只要这个秋冬就会吃这个麻油的这个沙公或沙姆。他说他到了冬天哦都穿短袖，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它的道理哦。所以如果比较希望是滋补身体的，我想大家就选沙公或沙姆。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肉类的啊，就是吃到多一点的这个沙公的肉哦，所以你就要选这个沙公。如果你希望吃到蛋或是这个黄哦，你就要选沙姆。那我今天选的是沙姆，因为我喜欢吃到这个有蟹黄啊、蟹膏这种东西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到底要怎么制作这个沙公沙姆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从这个市场哦，一般来讲呢，其实我从以前一直认为这个螃蟹哦，一定要是现杀的，比较不会释放毒素，所以我会想办法自己杀。但是呢，真的前一阵子我杀这个沙姆的时候呢，真的被他夹到了，所以真的非常的痛，所以我决定呢，还是请这个菜贩代劳。那我也发现呢，其实他中午帮我们杀好了以后，我们晚上再来烹调，其实鲜度是几乎一模一样的，不用担心哦。但是还是要赶快放到冰箱。其实大家呢，在请这个菜贩帮你挑选的时候，肯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就是你要请他帮你把这个鲟哦，翻过来，你要摸它非常的这个薄跟硬，甚至这个软哦，有点要爆出来的哦，这个就是非常这个肥美的哦。那像我今天的这一只其实不是那么饱满，但是还可以，还 OK。我今天这一只哦，大概是大概600多块的台币哦。那上次我买到了一只这个大概700多块的，就是这个蟹黄哦，非常的丰厚，真的是爆出来的。那没关系，一样很新鲜，还是会很好吃。那这个菜贩帮我们把这个硬壳拔掉了以后呢，去除这个肺跟呼吸器了以后，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去除哦。那我们从市场买来的时候哦，我们记得这个部分呢，它会帮我们把一个壳拔掉。那这有一些肺叶的部分哦，要清除掉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打开了，它也会帮我们把这个壳拔掉，非常的硬哦。那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膏啊，这个黄啊都在里面哦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是鲜味的来源。那但是这个壳很硬，所以我们待会直接下锅煮，不用处理，不用剁哦。那如果你不是很敢用剁刀的人，我们就拿这种大剪刀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直接这样子，你会发现很简单哦，这个就可以剪断了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角都处理下来哦。那如果说会用剁刀的人呢，那我当然非常的建议，用剁刀也非常的快啊。那只是说，大家现在可能女生哦，比较力气比较小，那像遇到这个大的钳子哦，可能稍微再用力一点点，其实还是剪得掉。那像这个钳子的这个熬的部分哦，要非常小心。如果你是自己杀的话哦，我上次自己杀，我真的就被它夹到了，非常非常的痛，受伤就算了，但非常的痛。那这个的部分呢，我们也需要这个敲碎。那这个蟹哦，如果它菜贩目前啊，台湾的菜贩都会帮你刷洗这个部分的肺叶处理掉，一定要刷过，不然会非常的肮脏哦。那我们这个角角的部分，我们就用这个大剪刀把它都剪除哈。那这些角角呢，就这样子哦，其实就不用这等一下一起下锅炒哦。那这个钳子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敲一下。关于这个熬的部分哦，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厚一点的刀哦，这个刀背比较不会让你伤到你的刀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对着它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敲，只要敲到这样子裂痕就可以了，很好敲哈。这样子在之后吃的就会简单很多。因为它这个熬非常的硬，你要很小心。那这个部分的尖尖可能会再刮伤你的手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哦。好，
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一个重要的就是姜哦，我们就把这些姜呢都切这个薄片。那因为呢这个姜哦都要先用这个麻油爆过。那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哦，可以放到烤箱哦，我们把它铺平在小烤箱里面哦。那你可以让烤箱帮你哦，这个烤大概这个10分钟左右哦，让它外表哦这个水分都干掉了以后，等一下会减少你这个开火爆姜的时间哦。那这个现在就拿一个这个铝箔碗哦，我们就把这个姜通通都铺在铝箔碗里面，大概就好。那你有小烤箱就可以了哦。我要放在气炸锅里面，200度的高温，我要烤10分钟。就是因为这很多黄哦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下锅前我们再来处理哦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用剪刀哦，我们就这样子剪下去。用这个剪刀的还不错哦，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把它这个剥开来。哇，你看非常满的这个蟹膏哦，跟这个黄。真的太美味了，我光看就想吃了。我们真的很怕这个蟹黄啊都流掉，所以我们记得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哦，小心你们的手，这样子就简单多了哦。我们就把它这样剪开。那剪刀是一个好工具哦，好，只是要很小心这个黄，太宝贵了。待会呢，我剩下的这个汁哦，我要用这个越南的粉条哦，所以我现在要让它泡一点这个热水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大概泡个5分钟，7到7分钟哦，我就可以等一下这个麻油的这个汁哦，我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收汁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准备来下锅了。那我们先看看我刚刚说的这个，我放在气炸锅里面烘过10分钟的这个姜啊，就变得很干了哦。那很干就可以缩短等一下爆的时间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下一般的食用油哦。那锅子已经烧到有点冒烟了哦，没有问题。那这时候我们下了一般的食用油，这时候我们再混上这个黑麻油哦。原因是，如果我直接烧这个黑麻油哦，会让这个麻油可能因为太热了会造成很苦。所以我们这个混了食用油以后的黑麻油哦，比较不会这个过热造成这个苦味太重哦。好，那已经冒烟了，我们就赶快把姜下去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用就把火稍微干小一点哦，我们就用这个慢火先煸，把这个麻油哦，再把这个姜片煸得更香哦。那这时候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姜的部分呢，已经煸到我们看到有点卷卷的。边边都翘起来，有点微焦黄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没有问题。我们要开始把这个螃蟹这些哦都下锅了，先下去拌炒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火就开大了，好，我们开到大火，好，我们就稍微的快速的拌炒一下了。那这个盖子哦，我们一样直接我们平放，我们不要把它翻过来，因为我怕这个蛋哦，我等一下要靠这个米酒让它这个有点像蒸的方式哦。好，先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可以再下一点点的这个麻油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要下很多的这个料理米酒哦。好，我大概稍微这个，我看我这样子倒看，大概有1米杯的这个米酒哦。如果你剩下的还要再加，你也可以加一般的水。那我现在好让它大火把米酒稍微烧一下。那大家可以看到米酒已经滚了，很快就滚了。那没有关系哦，我们继续让它把这个米酒蒸发一下。那如果你要加上盖子哦，那个盖子旁边留一点点气孔，我们让酒精还是可以蒸发出来。那大概从现在开始哦，我们就把它关到这个又再度的关到这个中小火，10分钟计时开始。那等到10分钟过后呢，这个大概蒸煮的这个效应就出来了。那我们目前就是保持中小火哦，这样子蟹肉才会比较嫩，然后它在里面这个蒸汽的循环呢，会让它整个熟成。好，那这个10分钟呢，很快就到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呢，把这个火给先关掉。好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已经熟的蟹哦，先捞起来喽。我们不要让它再留在里面，我怕它老掉了哦。我要把越南的粉条丢进来，让它吸这个汁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再次的开火哦，把剩下的这些汤汁呢，再次的加热。那因为它非常的浓哦。那我想我就再加一点点自来高汤哦，就是我们加一点点这个水。如果您想吃干的这个冬粉啦，或是干的这个面线哦，那你刚刚的水就保持那样，然后把面线
这个旁边煮好1分钟了以后，再移过来吸这个汤汁哦。那今天我用的是这个越南的淀粉哦，它也是煮滚一下就可以吃了。那我小朋友比较喜欢有一点汤汁的，所以我才额外再多加一点这个水哦，这个鸡粉哦。那我就不再下盐了哦，就好。那这个再一次滚沸的这个汤汁哦，我现在就要把这些通通都下进去了。这是越南的淀粉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它再次的这个滚沸哦，就差不多可以完成咯。那如果呢你喜欢它再软一点，可以再煮一下哦。这个起锅前呢，你想再淋一次的这个麻油哦，也没有问题，会更香更好吃。那我们就要准备找一个漂亮的碗哦，让它起锅咯。在这秋蟹肥美的季节，你不只可以为自己，也可以为心爱的家人准备这道红鲟麻油米线煲。